元旦放假，老板在群里艾特全体成员查收工资，结果只有我的工资没到账。老板知道后也没计较，让我确认账户没问题后，重新给我发了一笔，但我还是没收到工资。同事们都不信，好在老板愿意当众再给我发一回，并让我们目睹打款全程。可我的工资依然没到账，这下同事们都不干了，纷纷骂我是蒙骗工资，直接把我赶出了公司。结果我刚出公司大门就被大货车撞死，到死我也不明白。明明打款过程没问题，为什么就我收不到工资？在睁眼，我重生到发工资的这一天，看着工资卡里为零的余额，以及群里不断扣1的消息，我满脑子问号。工资卡都是公司统一办理的，都用了好几年了，从来都没出过问题，更别说自己前世还找过银行核查，工资也是统一打款，怎么就自己收不到工资？沈总向来出手阔绰，而且前世他能一次次打款，就说明没有故意针对我。那到底是哪儿出的问题？我思绪乱飞时，沈总又在群里发话了，大家对工资有疑问的立马说下，否则过时不候啊！我身子一僵，本来我想着先低调自行调查，免得重蹈覆辙，可要是这会儿不说，按照规定我的工资可真就没了，马上就要还房贷车贷，这笔工资可是救急钱，没办法，我只能硬着头皮艾特沈总。沈总很快发来了打款截图，林芊芊，我的打款并没有问题，不信你看看。有同事立马接话了，林芊芊，沈总打款从来就没出过问题，而且我们大家都收到钱了，8成是你账户的问题吧？其他人也纷纷表示赞同。我仔细看了下打款截图，的确没问题，这说明沈总是给我成功打了款的。我搪塞了几句，扭头直奔银行。和前世一样，工作人员说我的账户没有任何问题，但这回我还要亲自验证下。我用另外一张卡给工资卡转钱，结果很快就到账了，这说明我的工资卡能正常收款。我又让银行查了下沈总的付款账户，结果也没问题，付款方没问题，收款方也没问题。那钱到底去哪儿了？难不成在系统传输中还能丢了？听了我的疑问，工作人员一副看傻子的表情。林小姐，我们系统的稳定性和防护性都是世界顶尖水平，从没出过问题，只要交易双方的账户没问题，钱就能正常到账。我敢以我的职业生涯做保证。见工作人员信誓旦旦，我只能返回公司找沈总说明情况。忙着谈生意的沈总大手一挥，直接让财务先给我转一笔，之后再去查明原因。我这回多了个心眼，亲自盯着财务转账的同时，给银行打去电话全程跟进。我之前干过财务，确定这边转账没问题后，立刻问银行的进度。银行很快反馈，我的账户已经成功入账，同时到账短信也弹了出来。我松了口气，这下工资可算到手了。可等我点开工资卡，顿时愣住了，因为余额依旧没变。我马上给银行打去电话，那边的工作人员却十分狐疑。林小姐，你不是在故意耍我们吧？我们刚才可是亲眼目睹你的账户成功入账的，是不是被你的家人转走或者被什么服务扣费了？不过这属于客户隐私，我们就无法查询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紧皱眉头。先不说工资卡信息除了自己没人知道，就算有人转钱或者扣费，也会有信息提示，怎么可能神不知鬼不觉的钱就飞走了？这时财务打来了电话，问我工资到账没有，没问题的话就把工资确认单签了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实话实说。财务果然也不相信。林芊芊，你是逗我呢吧？我打款时可是你亲眼目睹的，就连银行都说到账了，现在你还和我说没收到钱，你不会是觉得沈总好说话，想诓骗工资吧？我急了，刚要解释，却被财务不耐烦地打断。行了，反正钱我是打给你了，你爱签不签？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。我待在原地，心急如焚的同时满脑子问号。既然已经验证过系统没问题，那就很可能是人为了，可自己一向小心谨慎，从来没得罪过人，不应该会有人专门和自己过不去。这时有客户发来信息，我赶紧返回公司处理业务。刚进门就发现同事们都一脸古怪地看着我。和我关系最好的小王凑上前小声问我，芊芊，沈总都给你打了2次钱了，你怎么还说没收到？你到底搞什么？财务觉得你是故意找事，气得在办公室骂娘，现在就连大家也以为你心怀不轨了。我脸色一僵，赶紧解释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工资卡里的确没有钱，我真不是故意找事的。因为声音大了点，其他人也听到了，立马有人对我阴阳怪气。林芊芊，大家都是一样的工资卡和打款流程，怎么就你特殊收不到钱？虽然沈总大气，可你也不能不要脸的白嫖工资吧？那大伙努力的工作算什么？其他人立马附和，没错，林芊芊，你见好就好得了，别太过分了。我急得涨红了脸，我没有白嫖工资，不信我点开工资卡给你们看。不料对面的张大姐冷笑着打断了我，得了吧，我看你是拿钱养小白脸了吧，反而污蔑公司没打钱，你真以为大家傻？其他人立马一阵哄笑，我气得脸色发白，刚想理论，只见沈总出现在了门口，他二话没说，把一个红包递给了我。林芊芊，既然你一直说收不到工资，那好，我这回直接给你现金，你点清楚了，以后可不要再闹了。我握着手里的一沓现金，赶紧向沈总解释，沈总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沈总摆了摆手，大家都是一个公司，犯不着因为这点钱闹起来，这是到此为止吧。他说完就转身离开，其他人也各自散去，只有张大姐丢下一句嘲讽，这回某人可不能再不要脸的污蔑公司不给钱了。我懒得理他，扭头直奔银行把钱存了起来。这回为了以防万一，我特意换了家更高级别的银行，重新办了个工资卡，密码重置，才把钱存了进去。看着余额里的数字，我总算踏实的睡了一觉。第二天出门，我掏出手机扫一辆共享单车，却被提示余额不足。我懵了，
赶紧点开工资卡查看，余额0，我脑子瞬间嗡嗡直响，好不容易才拿到的钱，一夜之间竟然又消失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再也忍不住了，立马到警局报了案。警方告诉我，因为是金融案件，需要多方渠道核查，让我耐心等待。失魂落魄的回到家，刚坐下，沈总就在群里艾特全体成员，抱歉大家，因为流水报表出现问题，需要大家把刚发的工资退回一下，作为补偿，下次每人发2倍工资，退回后请在群里扣1。这种事情不是头里，而且沈总许诺的补偿说到做到，所以大家纷纷在群里扣1。很快只剩下我一个，我傻眼了。自己是个月光族，本身也没什么积蓄，刚到手的工资又莫名其妙飞了，我这下拿什么退？见我久久没有动静，沈总忍不住艾特我了，林芊芊，这件事比较着急，你什么情况？没办法，我只能实话实说，这下群里一下子炸了。同事们纷纷打出一串问号，张大姐更是毫不客气。林芊芊，沈总昨天才当着大家的面把钱给你，你居然说钱突然消失了，想讹沈总你就直说，犯得着找个这么蹩脚的理由吗？其他人也纷纷发话，林芊芊，你前面说收不到工资，现在又说钱突然消失了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？就算你人品不错，大家也很想相信你，可你也不能没完没了吧？面对大家的质疑，我拼命打字解释，还是被淹没了。最终还是沈总发话了，算了，我帮你垫上吧。不过林芊芊，这可是最后一回了。我感激的同时，连连向沈总道歉。毕竟昨天的事情已经证明问题是出在自己身上。这时警察打来了电话，他们对银行系统进行了彻查，但并没有发现系统异常或者人为操作的痕迹。我的账户也完全正常，那笔钱就好像凭空消失一样。从科学角度讲，这自然是扯淡，所以他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。挂断电话后，我一脸忧愁。可没想到事情到这儿还没完，这天一位客户要汇款，因为对公账户出了问题，我们只能先自行接收，再转入公户。可现场只有我带了卡。虽然我说了最近发生的怪事，百般推脱，同事们却没人相信，都觉得我是胡扯。我被逼无奈，只能照做。几百万的款项刚打入我卡里，我就立刻往公户里转，不料只是眨眼的功夫，我卡里的几百万的款项不翼而飞。看着空荡荡的银行卡，大家都惊呆了。下一秒，所有人一脸愤怒地看向我，林芊芊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！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，你就敢私自转移资金？报警！必须报警，把他抓起来！面对群情激愤，我简直快疯了。为什么钱一到我卡里就会消失？这时，我手机里突然弹出一条短信，我低头一看，脑子瞬间炸响，我明白这是为什么了。短信内容只有一行字：林芊芊，你爸欠的300万该还了。我死死攥着手机，满眼的难以置信。我爸在3年前就已经去世，他生前明明说过没有外债，怎么会突然冒出300万欠款？林芊芊，你发什么呆？赶紧把钱交出来！张大姐的吼声把我拉回现实，她一把揪住我的胳膊，这可是几百万，你要是敢独吞了，我们所有人都得跟着你遭殃。我没有，我声音发颤。我早就和你们说了，我卡里的钱会突然消失，可我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还狡辩！同事小李冲上来，一把夺过我的手机，手指在屏幕上狂点。我就不信钱能好好的没了，肯定是你把钱转走了。其他人迅速凑了上来，结果好巧不巧的看到了那条短信。张大姐眼睛一瞪，随即冷笑出声：好啊，林芊芊，原来是你爸欠了债，你就想拿公司的钱去填坑，还装模作样说钱消失了，真是演的一手好戏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拼命想抢回手机，却被同事们冷漠的推开。我爸已经死了，我根本不知道这笔债，这短信说不定是假的，是有人陷害我。我信你个鬼！小李啐了一口，我看你就是想吞公款私用，沈总待你不薄，你居然做出这种吃里扒外的事。得到消息的沈总也赶来了，他脸色阴沉的看向我，林芊芊，给我一个解释。沈总，我真的没吞钱。我正脱开同事的手，冲到沈总面前，都快急哭了。我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这条短信我也是刚收到的，我但凡有半句假话，天打五雷轰。沈总看了我一眼，接过我的手机，低头看了几秒，眉头紧锁。发件人是谁？不知道，是陌生号码，没有备注。我咬了咬牙，沈总，您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。陌生号码？张大姐却插进来，阴阳怪气道：我看就是你自导自演的吧，找个陌生号码发个短信，就想把责任推给别人。林芊芊，你也太天真了。我没有。够了！沈总突然抬手打断我们，目光落在我身上。林芊芊，我可以再相信你一次，但你必须拿出证据。现在跟我去财务室，把你所有的银行卡流水都打出来，一笔一笔查。我点了点头，立马跟着沈总去了财务室。财务调出我所有银行卡的流水，密密麻麻，但不出我的预料，流水里我的进项款每一笔都很分明，唯独没有支出，可钱却没了。就在所有人都匪夷所思时，警方突然打来了电话，他们告诉我案件有了进展，我消失的资金似乎都指向一个账户，他们把相关信息发了过来，让我想想有关线索，然后立马报给他们。我赶紧把信息给大家看，所有人眼睛都亮了。财务目光微凝，这像是无痕扣款的操作，可以悄无声息地扣掉钱，却查不出任何记录。可这不是境外才有的地下洗钱手段吗？怎么会出现在国内？他扭头盯着我，林芊芊，你是不是偷偷签了什么代扣协议，故意瞒着我们？我保证没有。我眉头紧皱，无痕扣款我也有所耳闻，可这种东西怎么会出现我账户上？难道这和那条短信有什么关系？我抬头看向沈总，沈总，麻烦您再让银行查查这个账户，说不定能查出什么。沈总二话没说，直接给银行经理打去电话，把我的要求转述一遍。他挂断电话后，张大姐却依旧对我满脸怀疑。查什么查？我看就是林芊芊和这个账户背后的人勾结，故意转移资金，还想把谁搅浑。张大姐，
你别血口喷人。我忍不住反驳，我要是真勾结，何必等到现在？何必拿自己的工作和前途开玩笑？那可不一定。小李凑过来，300万啊，足够让你铤而走险了。说不定你爸就是欠了这个公司的钱，你早就知道，一直憋着找机会捞钱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却不知道该怎么辩解。很快，银行经理的回过了电话，沈总按下了免提。沈总，我们没查到，但是警方发来了信息，让我们配合调查。这个账户最近几天的确一直扣除林芊芊的钱。至于这个账户背后的持有人，叫陈建军。陈建军这个名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脑子里炸开。我猛地想起3年前我爸去世前，确实提过一个叫陈建军的朋友，说是以前一起在工地上干活的，关系不错。我爸去世后，这个陈建军还来吊唁过，给了我一个白包，当时我还挺感激他。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一切竟然和他有关。我立刻从备忘录里翻找，很快找到了陈建军的联系方式。当着所有人面，我拨通了陈建军的电话，按下免提。电话很快通了，我迫不及待道：“陈建军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干？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粗哑的男声，轻笑几声：“是林芊芊吧？你不是已经收到短信了吗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有什么问题？”我立刻喊道：“我从没听说我爸有什么欠债。陈建军，你是不是胡说八道，想故意骗钱？”电话里的陈建军冷笑一声：“你少给我装糊涂！你爸当年为了给你妈治病，找我借的钱，我这里还有他的欠条。你要是不信，我就发给你看看。”我脑子一懵，我妈是几年前因为尿毒症去世的。我爸当年确实说过，给我妈治病花光了所有积蓄，还向亲戚借了一点。可我看过消费单，总共也就30-40万，哪来的300万？看来你爸没跟你说实话啊！听着我的疑惑，陈建军轻哼一声。他不仅给你妈治病，还偷偷去赌，总计欠下我300万。当初为了保证他能按时还款，就用你的信息签的无痕代扣协议。我爸居然赌过博，我只觉得大脑一阵眩晕。我爸在我心里一直是老实本分、省吃俭用的形象，他怎么会偷偷赌博，还欠了这么多钱？张大姐在旁忍不住嘲讽：“林芊芊，你爸欠了债，你却拿公司资金还私债，你可真够不要脸的。”我张了张嘴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这时沈总终于开口了：“陈先生，就算他爸欠了钱，你也该跟林芊芊沟通，而不是直接动用无痕代扣这种违法手段。这笔回款是我公司的公款，你无权扣除，麻烦你立刻把钱退回来，否则我会直接起诉你。”电话那头的陈建军沉默片刻，语气缓和了一些：“沈总，公款我可以退回去，但前提是林芊芊欠我的债必须先还清。”说完他就挂了电话。沈总看向我，眼神复杂：“林芊芊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”我去见陈建军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我要看看那张欠条，确认下是不是我爸的亲笔签名。如果是，我自会承担，绝不给公司添麻烦。沈总点了点头。出了公司后，我扭头直奔陈建军发来的地址，这是一处写字楼，陈建军的公司就在里面。推开门，陈建军就坐在最里面，看到我进来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：“林芊芊，你终于肯来了，把欠条给我看。”我直接开口道。陈建军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折叠的纸，扔在我面前：“自己看，这就是你爸给我打的欠条，签名、手印都有，还有还款协议，上面写得很清楚。”我拿起欠条，双手忍不住发抖。本人林建国欠陈建军人民币300万元，自愿用女儿林芊芊的信息签署无痕扣款协议。仔细看过几遍后，我没发现有什么问题。这一刻，我内心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如果只是为了给我妈治病，我完全可以接受，可他偏偏将绝大部分用于了赌博。陈建军靠在椅子上，冷笑着对我杀人诛心：“我还可以告诉你，当年你爸走投无路，找了很多人借钱，都没人肯借给他，于是他跪在我面前求我借钱给他，还主动提出用你的工资抵债，说你有稳定工作，肯定能还清。不得不说，他能有你这样一个女儿，也算够幸运的了。”我稳了稳情绪，抬头看向陈建军，就算这张欠条是真的，可里面的本金分明只有100多万，你这是高利贷，高利贷又怎么样？陈建军冷笑：“当年你爸可是心甘情愿借的，利息也是他自己同意的，现在他死了，负债女还，天经地义。你要是不想还也行，我就去你公司闹，看看谁能熬得过谁。”我心里一沉，他要是真的去公司闹，我就彻底身败名裂了。可我现在根本没能力还300万的债务，我没说不还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但我需要时间，而且我要最后确认下当年的转账记录，看看你是不是真的给了我爸100多万。转账记录？陈建军突然眼神闪烁了一下，当年都是现金交易，没有转账记录，那收款凭证总有吧？没想到陈建军依旧摇了摇头，没有转账记录，收条都没有。我心里顿时起了疑心，300万不是小数目，就算是现金交易，也应该有收条或者其他证据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表情凝重：“陈建军，你不会是在撒谎吧？或者说，你根本就没给我爸钱，是不是？”我撒谎？陈建军立马变得不耐烦：“林芊芊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欠条在这里，你要么还钱，要么我就去闹，你自己选。”我心里的疑心越来越重。陈建军的话根本不符合常理，而且我爸向来拿我当掌心宝，临走前还要把最后的积蓄亲手交给我，怎么看也不像会做出用我的工资抵债的事。还有，如果我爸真的大赌特赌，这么多年怎么会一点犄角都没露出？这里面肯定有问题，我不会轻易还钱的。我看着他，语气坚定：“除非你提供当年的转账记录或者其他证据，证明你真的给了我爸钱，同时我会去做笔迹鉴定，看看这张欠条到底是不是真的。”陈建军脸色一变，随即又冷笑起来：“行，不管你想怎么干，我奉陪到底。不过我提醒你，3天内要是你还不答应还钱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。”我没有说话，转身离开。回到公司，
沈总已经在办公室等我了。我把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。沈总立马皱起眉，上百万不是小数目，现金交易还没有收条，这的确不符合常理。这样吧，我认识一个笔迹鉴定专家，明天让他做鉴定。另外，我让银行查一下当年前你爸的银行流水，看看有没有大额现金存入。因为不管是医院治病还是所谓赌博，大额现金必然会走线上转账，所以你爸一定会有存入记录。我轻轻点头。没过多久，财务敲门走了进来，脸色有些复杂。沈总，陈建军把那笔几百万的回款退回来了，已经到公司公户了。另外，银行发来了林芊芊他爸当年的银行流水，并没有什么大额存入，看来这里面确实有问题。沈总眼神一沉，明天我们再去做笔迹鉴定。林芊芊，你今晚回去好好找找你爸生前留下的东西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线索。我立刻点头答应。回到家后，我翻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，终于在箱子底部找到了一叠纸条。看清上面的内容的一刻，我瞳孔狠狠一震。第二天一早，沈总带我去了笔迹鉴定中心，专家仔细研究后给出了结论，字迹是真的，但当事人极有可能是在被胁迫的状态下无奈签署的。沈总一脸惊讶，我的嘴角却微微勾起，一切是该到了真相大白的时候了。我立刻赶往警察局，把一摞证据交给了警察，警方马上立案侦查。只可惜等他们前往逮捕陈建军时，对方已经不见踪影。不过警方让我放心，他们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线索，陈建军要不了多久就会落网，只是提醒我最近要小心。虽然我倍加谨慎，可陈建军的报复比我想象中更突然。这天晚上我下班回家，刚走到小区楼下，就被两个穿着黑 T 恤的男人挡住了去路。我见情况不对，拔腿就跑，两人在身后紧追不舍，好在正好撞见小区保安，两人这才不甘地退走。回到家后，我越想越后怕，立刻报了警。接下来几天更是门都不敢出，直到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，对方自称是陈建军的妻子，想和我见面聊聊。再三考虑后，我答应了。不过事先也通知了警方，在小区前的咖啡馆我们见了面。好在经过我的反复确认，对方的确是一个人来的。女人说她叫苏晴，和陈建军有个白血病女儿。对不起，我知道她做的是深深伤害了你们，可她也是事出有因。我的女儿当初急需钱治疗，她无奈之下就做出了这样的糊涂事。她这几天之所以费尽手段这样对你，也是因为我们的女儿病危了。不过就在昨晚，我的女儿已经走了，只是她还不知道。听到这儿，我愣住了。虽然对方尽力保持着镇定，可我看得出是在强压悲痛，这是不可能装出来的。我说这些不是希望你能原谅他，而是希望你能帮我带句话，我已经联系不上他了。假如你有机会和他联系，请转告他，女儿已经走了，让他不要再执迷不悟，早日自首，早点出来，我愿意等他。说到这里，苏晴再也忍不住，泣不成声。我久久无语，最终只是点了点头。我将消息转达给了警方，他们则通过各种媒体公开喊话。可我没想到，最后等来的不是陈建军自首的消息，而是他自杀了。警方告诉我，陈建军死前留下2封遗书，一份是给我的道歉信，一封是给他的女儿。他说他怕女儿一人在下面孤单，他要去陪着她。挂断电话后，我久久不能回神。后来我也打探到了苏晴的消息，她在安葬好陈建军和女儿后，一人远走他乡。我没有再主动联系他，而是在查到他的银行卡信息后，打去了一笔款项。同事们得知真相后，纷纷向我道歉，我只是淡淡一笔带过。沈总依旧大方，要不及我损失的工资，但我坚决没要。回家的路上，夕阳西下，金色的余晖洒在大地上，温暖而美好。晚风拂过脸颊，带着初春的微醺暖意。我抬手挡住刺眼的光线，指尖掠过一片细碎的金芒。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攥着我的手反复念叨的那句清清白白。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，是沈总发来的消息，下周新的财务系统上线，你牵头负责吧。末尾跟着一个笑脸表情，像极了他办公室窗台上那盆总也晒不蔫的太阳花。我站在十字路口，看着车水马龙在金色的滤镜里流动成模糊的光斑，那个被工资卡困住的自己，大概永远不会想到，命运的齿轮会在某个瞬间突然转向，把深渊变成通途。路过街角的花店时，我鬼使神差地走进去，买下了一束向日葵，明黄色的花瓣在夕阳下舒展着，像极了父亲相册里那张泛黄的笑脸。推开家门，玄关的感应灯应声亮起，暖光漫过鞋柜上父亲的遗像。我把向日葵插进玻璃花瓶，忽然听见手机又响了。我打开查看，发现是银行的到账提醒，备注栏写着苏晴。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城市的霓虹次第亮起。我靠在沙发上，看着那束向日葵在暮色里依然倔强地昂着头，忽然明白，有些失去或许永远无法弥补，但活着的人总要学会带着遗憾继续往前走。就像此刻，手机屏幕上跳动的光标还在等待回复，而我知道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。后来，陈建军的案件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媒体纷纷报道，人们都在讨论着这起因债务纠纷而引发的悲剧。警方在后续的调查中，也陆续发现了一些陈建军过往不为人知的违法勾当。原来他长期从事高利贷放贷活动，还涉及一些暴力催收等违法行为。而我在经历了这一切后，生活逐渐回到了正轨。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财务系统上线工作中，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专业知识，将新系统顺利地推行了下去，得到了公司上下的一致认可。沈总对我的表现十分满意，在公司的一次重要会议上，还特意表扬了我，并且给我升了职。在工作之余，我也会偶尔想起这段经历，想起陈建军一家人的悲剧。我深知这一切的根源在于贪婪和欲望，
如果陈建军能够脚踏实地，通过正当的途径去赚钱，而不是选择放高利贷这种违法的方式，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。而我的父亲，虽然他有着赌博的错误，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念叨着清清白白，这让我明白他内心深处还是有着善良和正直的一面。我也时常会想起苏晴，不知道他在他乡过得好不好。我打给他的那笔款项虽然不能弥补他所遭受的痛苦，但至少能让他在生活上稍微轻松一些。我希望他能够放下过去的伤痛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渐渐从这段阴影中走了出来，偶尔还是会想到苏晴。这次我拿起手机准备联系他，想看看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。我翻出那个许久未曾拨打的号码，手指在屏幕上停顿了片刻，最终还是鼓起勇气按下了拨通键。电话那头传来嘟嘟的等待音，每一声都像是敲在我的心上，让我既紧张又期待。终于电话接通了，那头传来了苏晴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声音。我们寒暄了几句，他告诉我他现在在一个新的城市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生活也渐渐步入了正轨。听着他平静的语气，我悬着的心也慢慢放了下来。我想询问他一些别的事情，话到嘴边却又有些犹豫。那些过往的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，我担心有些问题会再次揭开他好不容易愈合的伤疤，但内心的那份好奇与关切还是占了上风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开口，小心翼翼地问他现在有没有新的感情，生活里还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。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。我能感受到苏晴在思索如何回答这个问题，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微妙的紧张感。终于他轻轻开口，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，还没有新的感情，生活里虽然偶尔会遇到小挑战，但都能一一克服。挂断电话，我开始更加珍惜眼前的生活，珍惜身边的亲人和朋友。我知道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，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，但只要我们保持一颗善良正直的心，勇敢地去面对，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境，迎来美好的未来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，我带着那束向日葵来到了父亲的墓前，我轻轻地擦拭着墓碑上的灰尘，对着父亲的遗像说：爸，我已经走出来了，我会好好生活的，您在那边也要好好的。微风拂过，向日葵轻轻摇曳，仿佛在回应着我。我转身离开，步伐坚定而从容，向着新的生活迈进。阳光洒在身上，暖融融的。我抬头望向天空，那澄澈的蓝色如同被水洗过一般，没有一丝杂质。路边的花草在微风中欢快地舞蹈，仿佛也在为我新的开始欢呼。我深吸一口带着花香的新鲜空气，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。我知道往后的日子，无论风雨，我都要带着父亲给予的爱与力量，勇敢地走下去，去拥抱那充满无限可能的生活。圣诞节前夕，丈夫和他第49个金丝雀官宣了，他转头又安慰我：小姑娘大冒险游戏输了，别在意，大家都笑话我，但是我不吵不闹。他们不知道我曾和系统做了一个交易，只要顾城出轨一次，他寿命就转给我1年，算下来顾城80年的寿命就只剩1年了，只要熬过跨年，他就会寿终正寝，而我将带着3个孩子继承顾家的万亿家产。微博崩了，顾城和柳思思的官宣词条后面跟着一个鲜红的爆，不到10分钟评论破10万，顾总好浪漫，这才是真爱。柳思思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吧，艾特琳琳，正宫娘娘快来看啊，你老公又换人了。我放下手机，内心平静，端起桌上的红茶品着。门铃响了，顾父顾母带着一身怒火进来，顾父气得脸色铁青，重重叹了口气：琳琳，晨儿他混账，爸送你艘游艇，你不舒服就去散散心。顾母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：琳琳，你放心，只有你才是我们顾家的儿媳，那些狐狸精永远别想进这个门。我低头倒茶，脸上露出理解的表情。我怎么会闹呢？毕竟这已经是顾城第49个金丝雀了，真好，还有7天，一切就要结束了。第二天，顾氏公关部总监亲自登门：太太，这是你好的声明稿。我仔细一看，还是依然的配方，游戏而已，我不在意，我们感情很好，不浪费公共资源。这10年我发过不少声明，这一次尤其重视，毕竟这是顾城第一次公然官宣，声势浩大。我看过那个女孩，和之前的金丝雀有点不同，她更通透，更聪慧，长得更像顾城死去的白月光。声明发出后，朋友圈又炸了，名媛群里有人直接艾特我：林姐真是大度呢，要是我老公敢这样，早打断他的腿了。所以说林姐才是正宫范儿，我们自愧不如呢。阴阳怪气的话我已经听腻了。我关了群聊，进了书房，抽屉最底层压着一个牛皮封面的小本子，第1页，日期是10年前，陈露23岁，舞蹈学院学生，交往3个月，送了一套公寓。第2页，李薇薇25岁，网红主播，交往4个月，给开了家服装店。第48页，苏晴22岁，音乐学院在读，交往2个月，送了一辆跑车。我开始书写。第49页，柳思思24岁，戏剧学院毕业。她最后会得到什么，我还不知道，但是我隐隐觉得她的目标不简单。合上本子，窗外飘起细雪，花园里的圣诞树亮着彩灯，我的3个孩子正在堆雪人，他们的笑声隔着玻璃传进来。我叫文淑华，穿越过来的那天，这具身体的主人刚咽下最后一口气。床头散落着安眠药瓶，手机屏幕亮着，是顾城和陈露的床照。他有一个深深的执念，顾城不是负心汉，是那个女人的错，替我照顾他。听到这句话时，我就想拒绝，这不是典型的恋爱脑吗？自己都被小三逼死了，还替渣男着想。系统劝我，反正你也回不去了，执行任务可以满足你一个条件。我想了想，
点头。林林不是坚信顾城不渣吗？那我们就做个交易，只要顾城出轨一次，他的寿命就转给我1年。如果有一天顾城把自己寿命做没了，那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。系统沉默3秒，交易成立。49次等于少了49年命。顾城原本该活到80岁，现在只剩1年，不准确说，只要跨年了，时间就结束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有一种深深的解放感。手机震动，顾城发来了消息，晚上不回来吃饭。网上的信息你懂的，小女孩大冒险游戏输了，别在意。我没回，他也不再追问，这是我们多年的默契。林林，你最懂事了，我只是玩玩而已，释放下压力。你放心，顾太太只有你一个。我冷笑一声，招呼孩子进屋吃饭。圣诞钟声隐约传来，还有7天，7天后的跨年夜，烟花会开满整片天空。而我的账本终于要翻到最后一页。第二天，顾城不是一个人回来的，他的手牵着柳思思。琳琳，我们谈谈。我抬眼看他，内心却有一丝丝不安。他从来不会主动把女人带回家，更不可能带到我面前。思思爷爷病重，唯一的愿望就是看他结婚。我微微皱眉，问他想做什么。顾城顿了顿，终于开口，所以我们得离婚。空气顿时凝固了。离婚？我忍了10年，好不容易就要苦尽甘来，结果在临门一脚时，他要把我扫地出门。见到我久久没说话，顾城眼里闪过一丝不忍。就1个月，等他爷爷安心走了，我们马上复婚。柳思思适时的掉下眼泪。琳琳姐，求你了。他走过来，膝盖一弯，竟然真的要跪。爷爷他。医生说就这几天了，我没动，脑子却飞快的运转。顾城死时，如果我不是顾太太，我会少分多少钱？想到柳思思和我3个孩子对私财产时，我就隐隐作痛。不行，我不能让这件事发生。为了琳琳，为了孩子，为了我自己，我要保住自己顾太太的名分。我直视顾城的眼睛，马上就要跨年了，到时候家族要聚会，别让家人看笑话。等过完年吧，到时候随便你们怎么演。柳思思尖叫，眼泪说掉就掉。不行，我怕爷爷就等不到了。他真的跪下了，手指抓住我的裤脚，泪眼婆娑。求你了，琳琳姐，我就爷爷一个亲人了。爷爷要是看不到我结婚，他死不瞑目，我也不活了。顾城眼里满满的心疼，看向我，带着烦躁。琳琳，就当帮我一个忙，小姑娘这个要求不算过分。我苦笑一声，顾城，我帮了你10年，你找了49个金丝雀，我从来没对你红过脸，也没在外面说你一句不对。这个家，你爸妈3个孩子，我都照顾得妥妥当当。如今你却要我让出顾太太的位置。顾城有点急切的辩驳。就1个月，我站起来，态度是从未有过的强势。这是你承诺给我的，你说话必须算数。顾城想起自己的承诺，他有点左右为难。柳思思捂着脸哭了，算了，我跟爷爷一起去了。他爬起来，但是又故作娇柔地跌回了地面，全身都在颤抖。顾城心疼坏了，把柳思思抱在怀里。他看向我，眼神变得冰冷。琳琳，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以前你听我的，现在也一样。我冷哼一声，心里已经有了打算。我就是不签字，他要走诉讼离婚，至少也要2个月。6天后的跨年夜，一切都会结束。见我要走，顾城一把拉住了我的手腕。你去哪？我冷漠瞥了他一眼，我不想看到你们，我走。顾城冷笑，带着识破一切的眼神。以为逃走就不用离婚了，想去找我爸妈通风报信是吧？他拽着我往外走，现在就去民政局，今天必须把手续办了。去民政局的路上，顾城拉着我的手，生怕我跳车离开。琳琳，就1个月，我保证。我没说话，只是轻轻挣脱了他的手。顾城再次强迫拉住了我。我和思思不公开，不办婚礼，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。你依然是顾太太。我默默地盘算着，怎么把事情闹大，只要闹大了，他还能强迫我不成？我把手放进口袋，悄悄发了条信息出去。通讯录里有个名字叫赵记者，3年前他报过顾城的丑闻，差点被顾家报复，后来被我压下来了。他对顾城很是不满，也欠我一个人情。终于到了民政局门口，我们正要下车时，几个记者围了上来。顾先生，你们来民政局是为了离婚吗？昨天你和柳小姐官宣了，如今是要给她一个名分吗？顾太太，您对丈夫婚内出轨有什么想说的？你之前忍了那么久，为什么这次就闹僵了呢？顾城呆住了，显然没料到会被曝光，他一时之间还没想到如何应对。我挽着他的手，得体一笑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们不是来离婚的，今天是我们结婚10周年纪念日，我们来这里只是故地重游。顾城的手臂骤然僵硬，过了几秒，终于反应过来，他露出一丝淡然的微笑，顺着我的话继续装恩爱夫妻。记者们愣住了，继续提问，我笑得勉强。思思是成哥公司新签的艺人，官宣是为了新剧预热，对吧？成哥。顾城咬了咬牙，点了点头。我趁势拉着他回车里，便想离开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尖叫响起。只见民政局对面的写字楼天台上站着一个白影，风很大，吹得他摇摇欲坠。是柳思思，我的心暗了下去。完了，这次不好办了。果然，顾城忍不住的大喊：思思，你别做傻事。柳思思瞧着顾城，眼泪流了下来，声音带着哭腔：成哥，没有你我活不下去。顾城急得抓着头发，你下来，我离婚，我现在就离。顾城回头看向我，眼神急切。琳琳，进去。离婚。记者们的镜头立刻转过来，对准我惨白的脸。我握紧拳头，指甲掐进掌心。自愿离婚吗？
柜台后的工作人员抬起头，眼神警惕。我想开口说不，顾城的手指掐进我虎口，我疼得说不出话来。工作人员又再次提问，顾城另一只手压着我的后颈，强迫我低下脑袋。一下两下，工作人员站了起来，带着恼怒：“这位先生，您这样属于胁迫。”顾城冷笑：“行，你问问他是不是自愿。”他俯身，嘴唇贴在我耳边：“想想你的3个孩子，你若不签，他们明天就不是顾家人了。”我浑身一僵，难以置信地抬眼看他：“顾城，他们是你的孩子？”他眼神冰冷：“顾家不缺孩子，只要我想，多的是。但琳琳，你赌得起吗？”我赌不起。10年忍耐，49次背叛，我熬干了心血，等的不只是顾城死，还有3个孩子光明正大继承一切的未来。为了保住孩子，我只能苦涩地开口：“我自愿离婚。”工作人员盯着我看了几秒，最终坐下，表格推过来，最后一笔落下，我的手腕在抖，不是难过，是不甘心。顾城一把夺过离婚证，转身就往外跑。门外，柳思思已经从天台下来了，她裹着顾城的大衣，脸色苍白，眼里却闪着光。顾城冲过去，抱住她：“思思，我自由了。”他拉住柳思思的手，拥入怀里，他们当众接吻，吻得很深很投入。记者们围过来：“顾太太，不，林小姐，您现在心情如何？您会争取抚养权吗？会争夺财产吗？”我没回答，我看着顾城牵着柳思思重新走进民政局，这次是结婚窗口，他们挨着坐在一起，填表、签字、拍照。照相机的闪光灯亮起时，柳思思笑得灿烂。柳思思迫不及待地拍照，发了微博，配文：“余生请多指教，艾特顾城。”1分钟，评论破万。我回到了顾宅，顾父顾母收到消息了，他们正在家里等我们。顾父气得摔了茶杯：“混账，这个混账东西！”顾母捂着心口，脸色发白：“琳琳，你放心，妈绝不认那个狐狸精，等那老头去世，一定让顾城跟他离。”我低头没说话，我可等不起。还有5天，我恍然想起，心里有了新的计划。我拨打了电话，联系了一家名叫速光科技的公司。这家公司经营着合法提取临终者记忆片段，用于医疗、司法及遗产纠纷。如今我要换个打法了。第2天，我推开了顾城的办公室，柳思思正坐在他腿上喂他吃葡萄。门推开时，他惊得差点掉下来。顾城皱着眉头：“琳琳，你来干什么？上班啊。”我晃了晃胸前的工牌，上面写着成和保险公司。顾总，照顾一下前妻的业绩。柳思思嗤笑出声：“琳琳姐，你这变化可真大。”顾城皱着眉头，显然落魄的前妻也会让他丢了面子。你缺钱，离婚协议里给了你2套房子，还有我要做长远打算。我打断他的话：“房子不能当饭吃，我10年没工作，总得学会谋生。”顾城盯着我看了几秒，然后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：“我保险够了，还不需要。”我抽出合同放在桌上，这是意外险，高额的那种，你的受益人可以写柳思思，或者你们互买，当爱情见证。柳思思的眼睛亮了：“陈哥，这个寓意很好。”顾城宠溺地看了一眼他，最终点头：“行吧，受益人写思思。”转眼就到了跨年夜，顾父顾母把我叫了回去：“琳琳，一家人总要团圆，你就当陪陪孩子。”我答应了，因为我也需要见证顾城生命最后一刻。傍晚6点，顾城带着柳思思进门，他依偎着顾城，就像连体婴似的。顾城看了我一眼，带着一丝歉意：“思思的爷爷病情稳定了，复婚的事可能得推迟。”我自顾喝着茶，低头不看他：“随你，1年、10年都是你的事。”他皱眉不悦：“琳琳，你别这样，你一向最大度。”我讥笑一声：“可不是吗？大度到把丈夫都让给别人了。”他噎住，说不出话来。11点半，所有人聚在露台，佣人准备了烟花，孩子们兴奋地跑来跑去。我把3个孩子叫到身边，监控摄像头在屋檐下，它能拍下整个露台，拍下每一个人。我要这份记录。柳思思一直黏着顾城，顾父顾母坐在另一边，气得板着脸。倒计时开始了，大家高喊：10、9、8、3、2、1。我盯着顾城，最后几秒时，他脸上还带着笑。最后1秒，烟花在远处天空炸开第1朵。0，新年快乐！漫天烟花同时绽放，天空被照亮，像白昼。孩子们尖叫欢呼，顾父顾母勉强笑了笑。柳思思跳起来，抱住顾城的脖子亲了一口：“城哥，新年快乐！”顾城笑着搂住他，然后他的笑容突然僵住，右手捂住胸口，手指收紧。“城哥！”柳思思察觉到不对，顾城张了张嘴，没发出声音。突然，他膝盖一软，像被抽掉骨头的傀儡，直挺挺向后倒去。我的脑海里响起了系统传来的声音：“任务完成，寿命转移开始。”城哥，城哥！柳思思尖叫，她跪在地上，拼命摇晃顾城的肩膀，可他只是睁着眼，瞳孔已经散了，任凭他如何呼喊都没有一丝回应。烟花还在肆意绽放，一朵接一朵，映在顾城毫无生气的脸上，像是一场极尽嘲讽的盛大庆典。快叫救护车！顾父吼了一声，声音在抖。我立刻将3个孩子紧紧护在怀里。别看，进屋去！救护车鸣笛声由远及近，医生立刻施行急救。没心跳了，电击准备。除颤仪的点流声刺耳，1下、2下、3下。10分钟后，医生站起来，摇了摇头，初步判断心源性猝死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顾母一听，直接晕了过去，我赶紧上前抱住了她，她才没有摔在地上。顾父拄着拐杖，背影却佝偻了，一时之间好像老了10岁。柳思思瘫软在地，一时之间怔住了。我一边干嚎，一边安排管家和佣人，一会儿1个灵堂就设立好了。顾父颤抖地看着，老泪纵横。琳琳，顾城身体一向很好，
每年体检都没问题。怎么会？我轻轻摇头。当时只有思思站在顾城旁边，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也没看清。顾福猛地抬眼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柳思思。柳思思反应过来，立刻摆手：“我什么都没做啊！”警察很快来了，仔细查了监控和现场，又逐一询问了在场的佣人，最终确认现场没有可疑人员。闹了几个小时，大家都累了，个个垂头丧气的，眼底满是疲惫。柳思思看着灵堂上的遗照，掉着眼泪：“我怎么办？结婚才7天，我就成了寡妇。”声音很小，但大家都听见了。我转身看他，语气平静无波：“那你可以得到500万的保险理赔金。”空气瞬间凝固了。顾父顾母反应过来，不解看着我：“什么保险？”我从包里掏出平板，调出之前的电子保险合同。顾城和柳思思在12月30日互买了高额意外险，受益人都是对方。说着，我划到赔偿条款页面，身故赔偿每人500万。顾府一把夺过平板，手指在颤抖：“你们刚领证就买意外保险，顾城就出事了。”他的话没说完，但其中的怀疑和愤怒已经不言而喻。柳思思脸色煞白，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：“不是我！”他指着我，声音拔高：“是琳琳，是他推销的保险。他说要冲业绩。”我微微皱眉，眼底掠过一丝恰到好处的委屈。我是在做保险的工作，一开始顾城不愿意买，但是你劝他，这是爱情的见证，他才买了。而且他受益人确实写的是你，不是我。顾府气的声音拔高：“刚买就出事，柳思思，你当我们是傻子？”柳思思吓哭了：“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，我没想这么多。”我开口，声音带着哽咽：“你不知道，他现在死了，你是合法妻子，第一顺位继承人，除了保险金，顾城名下的股份、房产、存款，你也要分走一半吧。”顾父顾母同时一震，他们看向柳思思的眼神彻底变了，从最初的同情悲伤变成了深深的怀疑，最后化为难以遏制的愤怒。顾母扶着墙站起来，手指着柳思思：“难怪你逼着成儿领证，说什么1个月就离婚，都是演戏，原来你早就设好了局。”“不是的！”柳思思尖叫，“我是真心爱成哥。”顾府冷笑：“别给我装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。”柳思思，我告诉你，顾家的钱你一分都别想拿。柳思思听到这句话，猛地站起来，脸涨得通红：“凭什么？我是他的合法妻子，法律上我有权利继承。”顾母气得冲过去，一巴掌扬了过去，却被柳思思躲开了。“你们的婚姻根本就是假的，是一场戏。”柳思思扬起下巴，眼里闪过一丝得意：“证据呢？结婚证是真的，是法律承认的。你们说什么假结婚？有证据吗？”这下子顾父和顾母都懵了，一时之间竟找不到反驳的话，只能气得浑身发抖。我擦了擦眼泪，声音笃定而平静：“有。”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向我。顾城的记忆就是证据。我看向柳思思，平静地说：“速光科技公司可以提取死者24小时内的记忆片段，是真是假，一看就知道。”柳思思脸上的得意僵住了。记忆提取，那能说明什么？能说明你们是不是真结婚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柳思思，你敢吗？他咬住嘴唇，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裙摆。他在犹豫，在计算，然后他笑了：“敢啊！我和陈哥是真心相爱，我怕什么？”当天晚上，顾宅客厅好像被改成了临时法庭，律师、公证处、警察都在场，神情严肃。客厅中央摆着一台精密的机器，连着无数细线，那是速光科技的记忆提取仪。技术人员戴着白手套，小心翼翼地将电极片贴在顾城冰冷的额头上。机器启动后，屏幕亮起了雪花，记忆提取开始，已经设置了结婚、遗嘱、财产等关键词。技术人员一边操作一边解释：“由于顾先生死亡时间已经接近24小时，清晰度可能只有70%，还请各位见谅。”一众人坐好，盯着屏幕，平息静神。第一段记忆是顾家的卧室，顾城从背后抱着我，下巴搁在我肩上：“琳琳，你永远都是顾太太，外面那些都是一夜露水而已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我对着镜子梳头，没说话，神色平静。等我玩够了就收心。他亲了亲我的耳垂，声音放得更柔：“这个家永远是你的。”画面外传来孩子的笑声，紧接着门被推开，3个小脑袋探了进来：“爸爸妈妈。”顾城笑着放开我，去抱孩子：“宝贝，你们都是我最宝贵的财产，乖乖陪着妈妈，一起哄哄她，好不好？”记忆在这里定格。柳思思脸色难看，猛地站起来：“这是以前，这能证明什么？人是会变的，那时候他还没遇见我。”紧接着第二段记忆开始，在顾城的书房里，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，我站在他对面，平静地跟他对峙：“离婚吧，就1个月。思思爷爷病重，想看他结婚，演场戏，给老人家一个安慰。”此时门开了，柳思思走进来，径直走到我面前，膝盖一弯，朝着我跪下：“琳琳姐，求求你成全我这份孝心吧，我真的不能让爷爷带着遗憾走。”屏幕前，柳思思脸色发白，但还强撑着镇定，对在场的人解释：“这只是权宜之计，我们不这么说，怕他不肯签字。”律师在一旁皱眉，语气严肃：“你的意思，顾城实际是真想离婚，但是他骗琳琳女士是假离婚？”柳思思张了张嘴巴，犹豫了一下，但是还是点头了：“对，就是这样。虽然我们的手段不光彩，但是这不违法吧？”我适时低头，眼泪无声的掉落，好像受尽了委屈。在场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多了几分同情。此时第3段记忆被公开，深夜的书房，柳思思已经走了。顾城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，文件是遗产分配协议。“琳琳，我知道离婚对你的打击很大，也知道你心里委屈，你放心，
这份遗产分配协议我已经公证过了，我的财产包括顾氏股份、不动产、投资，全部归我们的3个孩子。我接过文件，手指因情绪波动而微微颤抖。顾城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继续说：“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怕到时候思思不肯离婚，怕她趁机怀孕争家产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心里有数，我们2个人的孩子才是顾家的未来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他们的利益。”记忆画面渐渐淡去，客厅里死一般寂静。柳思思像被雷劈中，僵在原地，脸上满是难以置信。几秒钟后，她爆发了，尖叫着冲向我：“怎么会有遗嘱？假的，这是伪造的！顾城从来没提过什么遗产协议。”我站起来，从包里拿出一份纸质文件，在他面前缓缓展开。这是协议原件，顾城亲笔签名，有公证处印章，你可以验证真假。柳思思一把抢过文件，看过后疯了似的撕扯。你撕了也没用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电子版已经公证，具有法律效力。另外，话音刚落，2名佣人把顾城书房的保险柜搬到了客厅，我输入密码打开，保险柜门咔嗒一声打开，里面放着一箱整齐码放的现金，这里是10万，不在遗产协议范围之内，按照法律遗产分配原则，你可以拿走6万。柳思思盯着那些钱，然后她笑了，笑声先是压抑的，然后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癫狂。6万，我跟了他1年，陪他玩那些恶心的游戏，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结果就值6万。顾父顾母皱紧眉头，脸上满是不悦和鄙夷，这种不堪入耳的话实在上不了台面，在场的人也纷纷露出不赞同的神色。我面无表情看向他，你不是说只爱他的人不在乎他的钱吗？现在怎么又嫌少了？柳思思猛地转头，眼神像淬了毒的刀子，声音尖锐而刻薄，没钱爱个屁，他要真爱我就不会这么算计我，1分遗产都不给我留。他抬起脚狠狠踢向那箱钱，钞票散了一地，还好他死得早，这种铁公鸡活着也是祸害。顾母气得浑身发抖，手指着柳思思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，刚进门没几天就害死了顾城，现在还在这里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简直是丧心病狂。顾父拄着拐杖重重往地上一戳，怒目圆睁，这件事是意外还是人为，我一定追究到底，绝不会让成儿白白送命。柳思思这才意识到自己失言了，脸上的癫狂瞬间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慌乱，她急忙捂住自己的嘴巴，眼神躲闪，不敢再看顾父顾母。突然她想起什么，猛地抬头，保险，顾城的意外险，受益人是我，500万，这个你们不能赖。我平静地点了点头，是的，这份保单是生效的，不过你作为顾城的合法妻子，你同时也继承了夫妻共同债务。我示意顾城的助理递上了借款合同。周助理说道，顾总为顾氏旗下子公司担保的银行贷款共计1亿2千万，这是借款合同和担保协议，签署时间是12月29日，就在2位婚姻关系之内。柳思思的眼睛瞪大，这是公司的债务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不知道，我和他结婚才1周，他就死了，凭什么让我背这么大一笔债务？我淡然地看着他，你也知道结婚才1周，你就要分割他的亿万家产，却不肯承担相应的夫妻共同债务，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律师在一旁冷静补充，刘女士，你是顾城先生的配偶，根据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，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，属于夫妻共同债务。顾先生的担保行为虽然涉及公司经营，但鉴于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长期混同，且担保金额巨大，债权人很可能主张属于夫妻共同债务。柳思思的手指开始发抖，脸色也变得越发苍白。你吓唬我？你可以咨询自己的律师。我收回文件，将合同递给助理，但我必须提醒你，债权人已经知道顾城去世的消息，最迟明天催收函就会送到你手上。柳思思彻底慌了，连忙掏出手机，手抖得差点拿不住。她快步走到客厅角落，压低声音打电话。我们都能听见她急促的语调，断断续续的话从角落传来。对，1亿2千万，什么？真的会追到我头上？放弃继承遗产就不用承担了？好好，我知道了。电话挂断后，她走回来，脸色依然惨白，但是带着一点底气。我要放弃继承顾城的所有遗产，我1分都不要。随后她提出条件，语气不容商量，你们必须承诺，这个1亿2千万债务由你们顾家去承担，不要再牵扯到我身上。顾父顾母对视一看，又转头看向我，我默默地点了点头，示意可以答应他的条件。律师早有准备，立刻从公文包里拿出打印好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，递到柳思思面前。柳思思看都没看，抓起桌上的笔，飞快地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签完，他长长舒了口气，像卸下千斤重担。然后他想起什么，抬头看我，眼中带着一丝警惕。绿洲花园那套房子，顾城已经过户到我名下了，那是我的个人财产，和遗产没关系，你们不能要回去。我点了点头，可以。他紧绷的肩膀松下来，拿起自己的包，转身就走。我喊了一声，你不参加接下来的丧礼吗？柳思思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回头，只是朝着上空比了一根中指。客厅终于安静下来，相关人员都陆续撤走了。顾母再也忍不住，她在沙发上失声痛哭起来。成儿怎么就找了这么个东西？顾父闭着眼靠在沙发上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，显得格外疲惫。我走过去，蹲在顾母面前，握住她的手，妈，你要撑住，别伤了身体。顾母抱住我，哭得更厉害了。琳琳，还好有你，还好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顾父睁开眼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琳琳，那份遗产协议是真的吗？我轻轻摇头，假的。最后一段记忆是我让速光科技合成的，我想测试柳思思的真心。如果她真的爱顾城，那她不提遗产，法律也会给她公道。可惜
他不配，我不能让顾氏3代人的心血就这样被一个唯利是图的白眼狼给夺走。为了顾家，为了我的孩子，我不得不撒了这个谎。顾府盯着我看了很久，眼里的复杂渐渐褪去，然后他笑了，笑得很苦，又带着一丝释然。成儿这辈子唯一做对的事就是娶了你。顾母擦干眼泪，紧紧拉住我的手，琳琳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的女儿，我们会把你当亲女儿一样疼。顾府站起来，拄着拐杖。顾城意外离世，我和你妈也老了，但顾氏绝对不能垮。琳琳，你愿意接手吗？为了3个孩子，也为了顾家的未来。我点了点头，眼中露出自信。我愿意。在我那个世界，我本就是一家大型跨国企业的高管，有着丰富的企业管理能力。要不是为了完成原主琳琳的执念，忍气吞声做一个贤妻良母，我早就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版图了。很快，顾城的丧礼按照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，而顾氏集团也开始了新的管理层交接工作。我主管顾氏业务，很快进入了平稳，公司业绩也逐渐有了回升的迹象。半年后，柳思思回来了，她直接冲进顾氏集团的大堂。琳琳，你给我出来！我正好从电梯出来，身后跟着2个高管和秘书。她冲过来，眼睛通红，你骗我！顾城根本没有立遗嘱，如果我继承了遗产，那1个多亿的负债算得了什么？你立刻把 CEO 的位置让出来，这本该是我的。我轻轻笑了，我给了你选择，是你自己选了放弃。柳思思气得呼吸急促，胸口起伏。我要起诉，那份弃权协议是在胁迫下签的，还有那个假记忆。我挑眉一笑，柳小姐，看来有必要给你回忆下，你是自愿还是被胁迫的？5分钟后，大堂侧面的屏幕亮起，播放的是当时柳思思气急败坏的场景。柳思思撕碎协议，疯狂大笑，陪他玩那些恶心的游戏，结果就值6万，没钱爱个屁，还好他死得早。我要放弃继承所有遗产，我1分都不要。画面定格在他狰狞的脸上，大堂里所有人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柳思思身上，不少人捂着嘴笑着，带着窃窃私语。他张了张嘴，脸从红变白，又从白变青。你故意的，你让我难堪。我只是让大家知道真相。我示意关掉投影。柳小姐，绿洲花园的房子你还住着，算起来这房子是在我和顾城婚姻存续期间他赠送给你的。其实我可以主张我的权利，要求拿回一半。我走近一步，压低声音，你跟他在一起的1年内，他送了你多少礼物？我要查消费记录，也不难。你确定要我做绝吗？柳思思浑身一颤，她瞪着我，眼神里有恨有怒，但更多的是恐惧。最后她转身跌跌撞撞地跑走。大堂里的员工们面面相觑，窃窃私语的声音此起彼伏，眼神里满是鄙夷与了然。我收回目光，脸上恢复了惯有的平静，对身边的高管轻声说，会议照常进行，别让无关的人影响了正事。2位高管点头应下，看向我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敬佩。刚才的一幕让他们彻底见识到了我手腕的强硬。秘书上前低声汇报，林总，柳小姐刚才跑出去时不小心撞到了门口的花架，物业经理正揪着她索赔。我淡淡嗯了一声，没有再多问，路是她自己选的，后果自然要自己承担。回到办公室，我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，指尖轻轻敲击桌面。柳思思的闹剧落幕，我终于能全身心投入到故事的经营中。那些曾经的恩怨纠葛，不过是我人生路上的绊脚石，如今踢开了，前路便一片坦荡。我拿起桌上的项目文件，眼神变得锐利而坚定，属于我的时代才刚刚开始。柳思思离开后，我再没主动关注过她的消息，直到一次和合作方吃饭时，偶然听到了相关的议论。听说那个柳思思把绿洲花园的房子抵押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合作方的张总呷了口茶，语气带着几分唏嘘，当初跟着顾总风光无限，谁能想到落得这般下场。旁边的人附和道，可不是吗？他奢靡惯了，受不了捉襟见肘的生活，拿着抵押的钱想做投资，结果被骗得血本无归，现在连房租都付不起，听说住进了日租房。我端着茶杯的手顿了顿，心中没有丝毫波澜。当初他一心只想钻营算计，妄图不劳而获，如今的结局不过是咎由自取。傍晚下班，车窗外掠过街角的便利店，我无意间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柳思思穿着洗得发白的外套，正低着头给人打工收银，头发随意挽着，脸上没了往日的精致，满是被生活搓磨的疲惫。我没有让司机停车，只是将视线投到写字楼巨幅广告屏上。我的新项目已经落成，终于能抽出时间陪我的孩子们。回到家，3个孩子早已围着餐桌等候，保姆李姐做好了我和孩子们爱吃的家常菜。大女儿递来画纸，妈妈，这是我画的我们一家人。看着画中灿烂的笑容，我心中满是暖意，那些过往的阴霾早已被这安稳的幸福驱散。日子在忙碌与充实中悄然流逝，顾氏集团在我的带领下稳步前行。我砍掉了几个持续亏损的传统项目，集中资源发力新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，凭借精准的市场判断和高效的执行团队，公司业绩节节攀升。周末陪孩子们去郊外露营，回城时路过一个城中村的菜市场，竟又遇到了柳思思。她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车后坐绑着一筐廉价蔬菜，脸上沾着污渍，正和摊贩讨价还价，声音尖利又卑微。旁边一个油腻的男人不耐烦地催促着，正是之前传闻中他借高利贷的债主。我站在原地看得太久，孩子们好奇地问，妈妈，那个阿姨是谁啊？我摸了摸他们的头，轻声说，一个无关紧要的人。柳思思也看到了我，眼神瞬间变得复杂，有嫉妒，有不甘，最终化为一丝狼狈，匆匆推着车躲开了。顾母在一旁唏嘘，一想到我们顾家险些毁在他手里，我就后怕。我笑了笑，
没有接话。贪婪与算计终究换不来长久的安稳。如今柳思思的下场不过是咎由自取。回到公司，助理递来最新的行业榜单，故事的排名稳步上升，这是我和团队用汗水换来的成果，也是对那些信任我的人最好的回报。随着故事的发展越来越好，我也逐渐成为业内瞩目的女性企业家，不少媒体想要采访都被我婉拒了。我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工作和家庭上。大女儿考上了名牌大学的金融专业，立志毕业后回来帮我打理公司。小儿子对科技创新兴趣浓厚，参加青少年大赛拿了金奖。小女儿继承了艺术天赋，画作多次在少儿画展中展出。顾父顾母的身体依旧硬朗，时常来公司看我，有时还会带来亲手做的点心。他们总说，琳琳，有你在，我们比什么都放心。我知道这份信任来之不易，我必须更加努力，守护好这个家，守护好故事的未来。偶尔夜深人静时，系统会传来提示音，告知我身体状态良好。那些从顾城那里转移来的寿命，成了我陪伴家人、拓展事业的底气。我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俯瞰着城市的万家灯火，心中感慨万千。曾经的忍辱负重，都化作了如今的岁月静好。那些伤害过我的人，早已被远远甩在身后，不值一提。这天，助理汇报说，柳思思因为欠高利贷无力偿还，被债主起诉，名下唯一的绿洲花园房产也被查封拍卖。我只是淡淡点头，没有丝毫波澜。他的人生早已与我无关，我能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幸福，稳步前行。时间如白驹过隙，转眼便是3年。这3年里，顾氏集团在新能源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获得多项专利，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前列。人工智能业务也成功落地多个合作项目，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。最新财报显示，顾氏市值较我接手时增长了40%，成为业内不可忽视的巨头企业。这一天，顾父顾母召集了家族成员和公司核心高管，在老宅举行了简单的仪式。顾父拄着拐杖，眼神坚定地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我和老伴名下所有的顾氏股份正式转让给琳琳和3个孩子。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，高管们纷纷上前祝贺，眼神里满是幸福。顾母拉着我的手，眼眶湿润，琳琳，这3年辛苦你了，顾家的未来交给你，我们100个放心。我深深鞠躬，谢谢爸妈的信任，我一定会带好顾氏，守护好这个家。3个孩子站在我身边，大女儿沉稳地说，妈妈，我们会帮你一起努力的。仪式结束后，我带着孩子们去商场挑选礼物，偶遇了曾经名媛群里的几个熟人，他们看着我身边优秀的孩子和我身上从容自信的气质，眼神里满是羡慕，再也没有了当年的阴阳怪气。我笑着和他们寒暄，心中早已释然，真正的强大从来不需要向别人证明。清明这天，天气晴朗，微风和煦，我带着3个孩子来到顾城的墓前，放下一束白菊和一份打印好的故事财报。墓碑上的照片依旧俊朗，却早已没了当年的嚣张气焰。顾城，你的帝国，我替你守住了。我轻声说道。这3年，顾氏市值增长了40%，孩子们都很优秀，爸妈身体安康。下辈子记得做个专情的人，别再辜负真心对你的人了。大女儿蹲下身，轻轻擦拭墓碑上的灰尘。爸爸，我们现在过得很好，你放心吧。小儿子和小女儿在一旁摆放着鲜花，脸上带着纯真的笑容。这时，系统的声音在脑海里响起，冰冷而清晰，寿命已完成全部转移，宿主将活到129岁。我呵呵一笑，这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，但至少我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们长大，有足够的精力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。我微笑转身，3个孩子正在草坪上奔跑，手机响起助理的电话，林总，新能源并购案已准备就绪。好，我马上到。我走向等待的专车，后视镜里，墓园渐远，前方是璀璨的城市灯火，万亿富婆的新篇章此刻才真正开始。